每年7月是我们南方农村天气最炽热，不幸又农活最多的时节，因为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传统节目——双抢。城里人可能对此无感，包括我。而现在，作为一个新农人，我终于在40而获的年纪，亲眼见证并亲身经历了双抢。在之前，我们就跟三叔打招呼说，双抢的时候一定要让我们来帮忙啊！你看，镰刀都买好了。当时三叔的眼神充满了一种异样的关怀。是的，现在哪还有割稻这种事儿？开收割机的是村主任，和三叔一样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职业农民，这一点无需考证，肤色就把他出卖了。再看看人家的穿戴，这个就叫做专业。一台收割机10几分钟就能割完1亩地，它吃的是稻，拉的是草，所过之处，空气中真的有一股香甜的味道。听说割完的秸秆还能继续结出稻米，土话叫保尔米，据说味道比头茬要好不少。不过在双抢季是不会给他们这种2次发育的机会了。收割机容量有限，每割几亩地就要把刚吃进去的粮食吐出来。这些稻谷农民会留一些自用，所以在双抢期间，我们经常能看见在院子里晒谷的景象。而剩下的呢，就会让这些车拉走，卖给附近的米厂。一般来说，正常人再次跟大米相见，就是在超市或粮油店了。但从稻谷到大米，你知道他经历了些什么吗？带着这种疑问，我们走进了镇上最大的米厂。这里不只是米厂，也是麻雀的食堂。作为三有动物，它们在这儿实现了霸王餐自由。扯远了。运谷车到这里会先过磅，得到一个毛重，随后卸车。再称一次车重，结果相减得到稻谷的重量。为了验证地磅准确性，我们派出了87公斤级选手表弟。良心称。由于送来的稻谷质量并不统一，有时还会需要进行测试。方法大概就是取一定重量的稻谷，先测试一下含水量，13%。他就大概批说那都5年来的称谷，称150克谷。随后称150克稻谷。150克谷就打米。用这种小型的精米机打米。简单的精米机。这个简单的。30秒就设计30秒它就自称。然后你就要称它的精米的重量是吧？最后得到的克数再除以150，就得到了出米率。这一车稻谷的出米率只有60%出头，含水量和出米率可能会影响到这车稻谷的最终收入。收完稻谷后，米厂需要先对它们进行风干。铲车把稻谷送到进料口，随后由提升机把它们送到圆筒出青筛，
清理掉稻谷里大的杂质。然后再经过提升，输送到这个摇漏，学名叫做平面回旋清理筛，清理掉稻谷里的中等杂质，像小石头、稻杆之类，才能最终进入烘干设备。这里一共有3个烘干舱，看着有4、5层楼那么高。我替大家爬上去看过了，整整14层。每舱一天可以烘干22吨稻谷。烘干舱后面还有沉降设备，用来处理烘干机尾气，以达到国家排放标准。简单来说，这里就是稻谷不停坐过山车，最后发现自己干了也净了的地方。不过里面粉尘还是挺大的，我冒着相机进灰的风险拍来的画面，求个免费的赞不过分吧。由于当天没有打米作业，我们只能回去静候通知。三叔又在漂移了，这次我确信他是在离地。本来想帮他开一开，他却说怕我们给开翻车。典型的中国式家长，本意是爱护你，表现的却是先否定你。三叔啊，割稻没帮上忙，耕田你又不让，种地总得背个给尾吧。这次三叔没有拒绝。于是在一个美丽的清晨，我们正式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一场农活——抛秧。老弟显然还没有进入状态，感觉多少有点小家碧玉。我还是自己来吧。说实话，超解压的，很久没有这种随地乱扔东西，还不用担心被批评，甚至是助人为乐的感觉。已经记不得上一次这么亲密的接触土地是什么时候了。泡完桃花苑旁边的2亩地，已经过了1个多小时，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升华得不轻。大婶们非常感谢我们2个素不相识的该巴佬，如果抛的是3叔的田，那就更完美了。10几天后，我们终于再次来到了米场。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这个给稻谷脱衣的过程，走。发现一只小狗狗，先玩会儿也不迟。走，62。有点过于热情的。我也是刚了解到，南方的大米烘干后会先保存几个月，适当陈化后口感更好，所以现在加工的稻谷可能是去年收的晚稻。铲车把谷子送到进料口，又开始过山车之旅。第一站是清除杂质。一些烘干时幸存下来的秸秆止步于此。第二站，稀释补种去石机。顾名思义，前面那些环节里的漏网之石会在这里被清理掉，然后稻谷终于开始脱去它淡黄的长裙。这个胶棍龙骨机会把稻谷碎壳，但它的成功率只有70%到80%，所以这里还有一个摇摇论，叫比重筛。它能分离出谷和米，并把没被脱壳的稻谷遣返回龙米机，直到坦白为止。
破碎的稻壳会由风机直接输送到后舱。哇，全是灰。这可是好东西，可以用来做酱油、酒、原料，也可以种蘑菇，还是饲养宠物很好的垫材。破壳后的大米还要经过一道程序——碾米机，去掉壳和米中间的部分，也就是油糠。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饲料。到这里，稻谷终于改头换面，变成了毛米，获得了上2楼的资格。传送带，哇，不会掉进去吧？还热乎的。这就是去壳以后的毛米。毛米的归宿是加工成精米。这个毛米上到2楼以后，还要经过几道步骤。首先就是这种抛光机，去除表面灰尘。这个过程会产出非常少量的米糠，又是很好的饲料。实际上，它具备很好的开发潜力，只不过我们国家对米糠的综合利用还比较初级。然后就到了这种色选机。色选机是个以貌取人的家伙，所有大米在这里列队通过。如果发现太白或者太黄，甚至发黑的大米，色选机就会发动喷子技能，把它们给吹走，因为这意味着大米病变或者发育不良，闯关失败。这个就是一台大筛子，可以把断掉的米筛选出来，保证出来的米都是同样的修长而漂亮。当然，它的学名叫做分级筛。碎米和好米具有同样的营养价值，可惜就因为颜值不够，痛失进口资格，只能喂生活。经历了这一切，稻谷终于晋升为精米，可以打包出厂了。打包过程看着挺简单的。我也自告奋勇尝试了一把。还要磨一下在这。哎呀，歪的。咱还争取真的。也不知道哪些小可爱最后会吃到我亲手包装的这些大米呀。用餐愉快。了解完全程，感觉水稻也配得上一句“全身都是宝”啊！借打米之便，厂里养活着4条狗、5头猪、若干鸡鸭鹅、流浪猫，还没算上那些白吃白喝的小马巧。拍摄结束，我们跟米厂老板聊了几句。我的利润呢，特别就是毛利润呢？赚钱不到。很难想象，这家经营了10多年、日产精米上百吨的米厂，现在也面临着不怎么赚钱的窘境。越来越多的小作坊米厂加入了竞争，让本就微薄的利润雪上加霜。但我们没有手软，带走了2袋稻壳。谁让我舅舅是合伙人呢？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